万人敌，秋兴说我不是司徒家的亲生女儿，你说她这话能信吗？这种女人的话你也相信呐？哎，她是个骗死人不偿命的妖精啊！我老实告诉你吧，那天你师傅是不打算给我酒的，就是那个死妖精啊，出来胡说八道一通啊，结果弄了2坛药酒给我们。你是说，他跟我说的那些话也是撒谎了？肯定！我告诉你啊，那个死妖精啊，一定是想把你的心给搞乱。你只要一乱，真的以为不是大将军的女儿啊，哼，那就有可能跟你师傅去造反了。多么如意的算盘呐！大将军的女儿要造反了，多么有煽动力呀！啊，哎，没准儿你爹因为疼你，就跟着你去造反了。哎呀，他为什么不去写相声，还来得赚钱呢？你看看，哎呀，真的不会错吗？错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我万人敌对这件事是非常有把握的。秋兴这个死妖精啊，骗你们这些小混混，那还没话说啊。要是在我面前使障眼法，累死1000字都还嫌多了呢。吹什么吹呀？人家给你2坛子药酒，你不就当宝贝了吗？是啊，哎，要不是你自作主张去把那个酒先喝了，能出这个事儿吗？啊！愚昧的人呐，你们懂个屁呀！哎，这件事我可是最大的功臣呐，要不是我去要酒，你们会知道小龙虾的师傅是什么样的人物？天才呢，上1次当2次当，他依然是个天才。超凡的万人敌，就算是上当也是种荣誉。哎，事实就摆在面前，我们通过上当得到了最大的秘密。哎，这么精彩的上当是可以写入史册的，你说是不是，小龙虾？只要是亲爹亲娘就好。安妮啊，你很少这么安静的。就算是再闹的女孩子，遇到心事也会安静下来的。哎，那真的宝贝妹妹有什么心事啊？我在想，在这个世上有那么多人看破红尘，可其中为什么没有我呢？那是因为你还舍不得看破呀。舍不得又能怎么样呢？就像天边的云彩，看得见，可是抓得住吗？怎么了？那白云飞跟你们有什么进展吗？他还对你十分冷淡？不是冷淡，而是冷静。你似乎连普通朋友都和他做不得，虽然他离你很近，可你却觉得他好遥远。唉，所以咱们的小公主就不开心了？嗯？自从认识了白云飞，我都快不知道开心是什么滋味了。哥，我是不是挺没劲的？不是你，真正没劲的是那个傻透了的白云飞，他的心里才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呢。他就是放不下司徒静，所以傻透了呀！啊，朕和司徒静已经是心心相印，没人可以拆散我们的。就算丢了皇位，哥都不会放弃司徒静的。那白云飞是一点希望都没有的。可是他的坚持让人觉得可怕。是啊，所以哥在想，要不就把朕和司徒静的情况告诉他，让他彻底死了这条心。他的心一死啊，那看小龙虾的眼睛就会闭上了，可能看安宁公主的眼睛就会张开了，到时候他才会发现自己有多傻呢。嗯，我看这个办法可以。行，那就这么办，一记重拳，让他彻底死了他的这条心，啊？嗯。皇上，公主，什么事儿啊？皇上，秘密驿站送来几封信。哦，那赶紧上御书房。是，我先走了。嗯。
皇上，事情不好吗？云南王和齐国侯都已经改变了他们的军事部署了。双方一部分的军队借着演练之名，向中原还有京城逼近了。更严重的，竟然还有一些地方官员和他们连成一气。啊？他们是要造反吗？即使不是造反，只怕也是要逼宫啊！朕相信他们不久就会提出永不削藩的要求了。这算是最后通牒了。哼，朕看也是。那这场战争怕是避免不了了。朕本想借着白云飞和安宁的婚事来笼络那云南王，趁着云南王在享受亲情的时候，就一举拿下齐国侯。可眼下看是不行了，那白云飞绝对不肯心甘情愿地马上娶安宁，没有和亲，那云南王是不会给朕面子的。皇上，以一敌二，可是兵家大忌呀。小龙虾也是这么说呀，还劝朕拉一个打一个。可眼下的情况，这招怕也没有用了。那怎么办啊？宣司徒青云入宫吧。是。看来兵力的调动已经震动了皇上，他有点坐不住了。真的要打仗吗？这打不打，就要看后面的情形了。父王的意思是想试探一下皇上的反应，再就是给他一些压力，争取得到永不撤藩的承诺。那皇上会承诺吗？哼，朕绝不妥协，这藩一定得削。臣赞同。如果任其发展，必是养虎为患。等他们实力更茁壮了，肯定会打逐鹿中原的主意。是啊，可是他们现在的主意就已经不容小觑了。皇上的实力也不弱呀，怕是势均力敌呀。我觉得皇上要强一些。如今天下稳定，百姓生活整体还好，绝大多数的民心还是向着皇上的。有史以来，民心的向背往往是决定战争胜负的。大将军这么说，朕听了心里很温暖。我的分析是，云南王与齐国侯是在试探，也是要给皇上压力。那是，但他们一旦压不住朕，就很可能转试探为正面进攻啊。那就应战好了。我这个大将军已经吃了好几年的闲饭了，不过我还是拿得动刀的。哈，正因为有将军在，朕心里面才会这么踏实啊。不过依现在的情形，一旦打起来，我们可是两面受敌哦。大将军，你可有什么好办法？一攻一守。此话怎讲？对云南王守，严防死守，阻其锋芒，因为他实力最大，很难几口就吞下他。那攻呢？集中最强的兵力，全力进攻实力稍弱的齐国侯，争取时日，把齐国侯彻底打败。哼。然后，把打齐国侯的军队调回来，从侧翼进攻云南王。对，这就是我的打算。哼。可问题是，这守能不能守住，攻能不能奏效？那云南王和齐国侯都是能征惯战的行家，朕能相信能用的大将也只有你一人了。臣心目中有个人选，必胜过臣。哦，谁呀？是皇上自己。哼，朕兵法还熟，可惜没有实战经验。所谓帷幄运筹，不一定有很多的实战经验。再说，可以让一些有实战经验的将军当皇上的助手。我相信，皇上一定不会弱于那两个藩王的。嗯，真要不行，也只好放手一搏了。不过朕觉得现在动手对我们还是不利呀。朕已经私下做了一些准备，可是准备还是不够充分的。朕现在最需要的是时日，只要能够缓一缓，哪怕只有几个月都成啊。皇上是过于看重他们了吧？哎，朕收到密信，
上面是云南王详细的军事实力，比我们想象的都要强得多呀，所以朕才会觉得准备不足啊。将军要不看一下？还有齐国侯的实力也高过我们的想象，所以现在要打起来，只怕是吃亏的面大呀。大将军，我们还是要谨慎一点。皇上，要争取时日，有一个办法可以试一试。哦，什么办法？皇上虽然不能马上促成白云飞与安宁公主的婚事，但皇上和白云飞毕竟是结义兄弟。听静儿说，你们3个人的感情很好，白云飞身为大哥，还是很重情义的。那白云飞确实是很重情的。臣也接触过白云飞几次，感觉上他还是中正平和，不是好战的莽夫。谈话中可以知道，他最不喜欢的呢，就是天下开战。还有就是，谈到你们的结义，他总是津津乐道啊。臣以为，也许可以通过他，做一些对我们有利的事情。大将军说的是，朕也该去找那个白云飞套套交情了。我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什么战事发生，这样会死伤很多无辜的人。还有，我跟皇上是结拜好兄弟，我不想看到他失去江山，因为他是个好皇帝，而且有仁爱之心。公子要是当上了皇帝，那也一定是个好皇帝。我并无意当什么皇帝，就算我们打赢了，我做了皇帝，也不会比现在好。我人心不差，可是聪明博大审慎，还不足以与我二弟相比。他是我见过的最睿智的人。公子太谦虚了，公子也很聪明的。大聪明没有，小聪明我还有点。以现在的情形，公子该怎么办呢？我想皇上一定会找我帮忙，就算玩点拖延战术，他也会找我。那公子会怎么答复皇上呢？我会让他大吃一惊。阿莲，万人敌的话会准吗？什么话？他说秋兴是骗我的，他只是为了想拉大将军的女儿入伙。这有可能。你想啊，小姐，你在难民中这么有人缘，如果你造反了，天下得有多少人跟着你啊？可师父那天绝不像在跟我演戏，他嘱咐我千万不可以打听自己的身世，那说明我身世还是有问题。小姐，你说10多年了，静修师傅跟咱们在一起，一点也没让人看出来他是个反朝廷的大人物。我说呀，静修师傅肯定是在跟你演戏，大人物都十分聪明的。可我觉得还是有问题。那个时候他也不知道我将来会对难民好啊，他不可能是那时候就决定利用大将军的女儿来造反的。不对，师傅就是冲我来的。看事态的发展吧，这件事情不会就这么完了的。对，不会完的，我们等着就是了。哎，小姐，这件事情要不要跟皇上说？你跟皇上现在可是最亲的了。不能跟二哥说，不能，我跟二哥是不可分开的。但我也不能出卖师傅，师傅已经给了我很多活命的机会。白老大，咱们今天不谈其他的，只谈兄弟感情。好啊，其实我也最怀念我们不知道对方身份的那个时候。这也是，基于人和义的结拜，没有纷争，没有隔阂，只有心的接受，那是有多开心呐！不过朕也知道，一旦咱们的身份暴露，这感情一定会大受影响的。因为我们站在纷争的对立面。没错，说得对。
二弟，一块小小的石头就能激起千层浪，更何况我们面对的是朝廷和藩王巨大的利益之争呢，那更是波涛汹涌了。白老大，这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呐。现在的藩王都拥兵自重，你说，这不是明显的离经叛道？皇上，打天下的时候许诺人家裂土封王，可是做了天下就要收回承诺，这不讲信义，难道也是符合经道的吗？裂土分王也不是不可以，不过合理的情形，应该是藩王的实力不能够对朝廷构成威胁。陈大压军，这是历来的大忌。你们云南的兵马实在太多了，领土也实在太大了。这每次一说要削藩，你们边疆马上就出点乱子。皇上，如果我们连一点保护自己的实力都没有，朝廷的大军怕早就把云南踏平了吧？朕不会的，朕向来强调以德治国的。也许你不会，可我父王并不会这么想。说好了只谈兄弟之情的，怎么又说到这讨厌的事上来了？皇上，以现在的情形看，恐怕很难回避这个问题吧？现在是什么情形啊？二弟的心里应该很明白。朕知道事情很严重，不过大哥也应该清楚，朕绝对不会打消削藩的主意的。皇上，我父王和齐国侯态度也会很坚决。大哥，你是云南王的世子，这云南王的封号以后是非你莫属。咱们又是兄弟，你知道朕不会亏待你的。二弟，我父王曾经告诉我，口头上的承诺，永远比不上实实在在的东西。大哥，朕知道你有人心，你绝对不会希望战事发生，让百姓受苦的。我怎么会希望战事发生呢？如果发生了，大到百姓不说，就说我自己，就连我的性命都难保。那朕可以发誓，就算战争发生，也绝对不会伤害大哥的性命。我相信你，因为我感觉得到，你是个重视兄弟、有情有义的皇上。那就更要请大哥帮忙了。劝我父王不要兵戎相向，是吗？是。大哥是云南王最看重的儿子，你的地位非同一般。只要你能够真心的劝说云南王，那情形肯定好过现在呀。怎么完全可以不必大战一场？二弟的意思是，要我站在你削藩的立场上？至少大家先安下心来，再认真的考虑考虑，看一下事情有没有两全之策。二弟，你是想拖延，你想做好充分的战前准备，这条路是行不通的。因为我父王和齐国侯都不是傻子，如果必须冲突，他们不会给你太多的余地的。那只好，请大哥站在朕削藩的立场上，去劝说你父王。二弟，你对我要求太高了。小要求你说不现实，大要求你又说太高，那你要二弟怎么办呢？二弟，你心里应该很明白，如果我只是建议父王削藩的话，它根本毫无意义。所以大哥要非常坚决才行啊。对，非常坚决，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手段来让父王同意削藩，策动一切可以策动的人来劝说他，甚至不惜以父子分裂，以战事起来倒戈相向来威胁他。大哥，这是最好的办法了。如果你能同意这么做，那削藩就一定能成功，天下百姓都会因你而得福的。而且二弟可以发誓永远不会对不起大哥。可是二弟，你如果是我，要你与太后决裂，你会同意吗？你不会。同样的，我也面临这样的困境。如果我那么做，我会失去太多太多。值得吗？
二弟知道大哥为难，不过，既然你能这么说，代表你已经做好了准备，说明事情还是有可能的，对吧？行，大哥，你有什么条件？我可以劝说父王同意削藩，我可以用尽一切手段来达成这个目的。我甚至可以放弃将来继承的王位，让二弟永无后患。那你要什么呢？我要解除和安宁的婚约，我要娶司徒静为妻。这，白云飞，你的要求太过分了啊！皇上，跟你的江山比起来，我这个要求不过分。不，你休想打司徒静的主意啊！皇上，我知道你也喜欢司徒静，可是我对她的爱绝不会少于你。只要皇上能够成全我跟三妹，我一定劝说父王同意削藩。不，这绝对不会同意这种肮脏的交易。白云飞，你太小看朕了。我从来就没有小看过你，我一直认为你是个好皇上。但是皇上，你拥有的已经太多了。你的后宫美女如云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还会有更多的妃子。你何必跟我争三妹？白云飞，朕绝不会把三妹赐给你的。皇上，如果你要是真的为三妹好，你就应该让她嫁给我。三妹那么爱自由，你把她锁在深宫大院里，那才是真正的害了她。而我要娶了她，我会一直陪着她，她愿意去哪儿就去哪儿，我永远会让她自由。还有，我发誓，我只娶她一人，我只要她一个人。这一点，你根本做不到。白云飞，你要明白，三妹是咱们的挚爱，是咱们兄弟，是咱们的亲人，她可不是咱们的交易物品。皇上，亲妹妹的婚姻幸福都可以拿来交易，那皇家还有什么不可以交易的？白云飞，朕不想再见到你。你现在就离开皇宫，朕永远不要见到你。好，我走。可是在我走之前，我还是要提醒你，你应该好好考虑考虑，到底是要江山还是要美人？皇上考虑的日子并不多。白云飞告辞。阿莲，你会永远和我一条心的，对吗？什么样的祸我都陪小姐一起闯，怎么会和小姐不是一条心呢？你也会永远和我在一起的，对吗？小姐就算到了天涯海角，我也会陪在小姐身边的。那你可以帮我一个忙吗？好啊，我为小姐可以赴汤蹈火，帮忙有什么不可以的？小姐，你说帮什么忙？我在想，如果我的身世真像秋心说的那样有问题，那我也一定会和前朝有关系。所以，我要去跟我爹娘说我跟皇上的事情。我说我要嫁入宫中。小姐，你真的要说啊？对。如果我的身世真和前朝有关系，那爹娘一定会对婚事有所评论。你去偷听我走后爹娘的谈话，那我就知道有没有问题了，我的身世之谜就会解开。好，我去偷听。什么？你要嫁给皇上？是啊，皇上很喜欢我，我原以为他不是认真的，就拒绝了他。可后来我发现他是真的喜欢我，一点都不掺假。他对我所做的一切
你们也看到了。我是感觉到了，可静儿这是2个人的事，你对皇上也……一开始我不太懂这些事，可后来我也喜欢上了二哥，是越来越喜欢。我现在也是非常爱他，所以我决定进宫陪他。爹娘，你要嫁给自己喜欢的人，你们想必也没什么意见。好了，我要学着去做嫁衣了。老爷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这件事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办才好啊。她怎么可以嫁给皇上呢？她可是……她怎么可以这样呢？应该说，她是皇上的仇家才对呀。其实静儿的真实身份我们并不是十分了解的，可她是宫里的女孩，必定不是寻常人家的孩子，或者很可能是……可能是公主。对，很可能。她肯定不是那个救我的宫女的孩子。那不管她是不是公主，她家肯定跟前朝宫廷有关系，那也是皇家的仇敌呀。这仇家怎么能结亲呢？但这事我们阻挡得了吗？看来静儿是铁了心了，她是认准了一条道跑到底的人。再说还加上皇上，这事是无法抵挡的。除了不能说出真正的理由，也没有理由拒婚呢。既然如此，不如就同意吧。同意？对，只要我们不说，没有人会知道静儿真实身份的。而且，这冤家是易解不易结呀。我不希望静儿这一代人生活在仇恨中。2个敌对的家庭结亲，是化解怨恨最好的方法。这倒也是，只要静儿开心高兴，也就好了。后面的人出来！老爷，夫人，阿莲，你为什么要偷听？是小姐吩咐我在后面听你们说话。为什么？快说！不说我绝不饶你。小姐说了，她已经决定嫁给皇上，但是不知道老爷夫人是不是会不高兴，所以她让我偷听一下老爷夫人说话。这样的话，小姐好心中有数。那我们说的话，你都听到了？是啊，怎么办啊？阿莲，小姐的身世可是天大的秘密，我本是下了决心的。任何人只要知道了这个秘密，就是死路一条。老爷，请你饶了阿莲一命。小姐要是没有了阿莲，会很痛苦、很伤心的，她也会起疑心的呀。老爷，阿莲跟静儿这么多年的感情，您就饶了她一回吧。可她知道了不该知道的秘密呀。老爷您放心，这个秘密阿莲会永远放在心里的，绝不说出来，绝不让小姐知道。对，只有这样，才能保你的性命。阿莲明白，谢老爷不杀之恩。你起来吧。阿莲呀，其实老爷知道你是个好女孩，怎么能忍心杀你呢？可这件事确实太大了。静儿要是知道了自己的身份，那她这一辈子都快乐不起来，她也就不可能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了。你愿意看到这种情况吗？不，
我要小姐一辈子都快乐。这件事一定要瞒着小姐啊！是。你去看小姐吧。是，老爷。我该怎么办？能把小姐的身世告诉小姐吗？可像老爷所说的，如果小姐知道了，就会一辈子都不快乐。小姐也不能和皇上在一起了。阿莲，小姐，我在房里等你，你却跑来这里了，怎么回事啊，阿莲？难道我的身世真有问题？没有，小姐，你是老爷夫人亲生的。真的吗？是啊，老爷夫人知道你要嫁给皇上，都很高兴呢。他们真的很高兴吗？是，他们高兴之余，还说起了当初生小姐的时候，夫人当时很痛苦，还说你哭得好凶，一看就知道是闯祸的料。没想到你这么有福气，也许将来还能当上皇后呢。真的吗？那真是太好了，我心里的石头终于落地了。可是阿莲，这是件好事啊，你怎么一个人跑到这里来了？你好像有心事，你不是在骗我吧？阿莲怎么敢骗小姐呢？我是有心事，是因为小姐要进宫了，阿莲以后可怎么办呢？你当然是陪我进宫了，我们要永远在一起。小姐，阿莲不想进宫。为什么？小姐，你进宫是陪心爱的皇上，再怎么没自由你也认了。可是阿莲呢？我不想永远待在高墙大院里，我就算是过苦一点的日子，也愿意在外面自由自在一些。唉，我就知道你会这么想。其实我何尝不想活得自由自在？可凡事没有十全十美的。我知道你跟我在外面也惯了，肯定不会喜欢宫里拘束的生活。阿莲，我不勉强你。阿莲，谢谢小姐。可我要你先在宫里陪我待一些日子，等我习惯了，你再出来。我会帮你找个如意郎君，让你生活得自由自在的。安宁啊，你说人生就一定要交易来交易去吗？难道就不能避开交易吗？恐怕是避免不了。人生就像一个大市场，人在里面不是买东西就是卖东西，包括感情。你怎么知道是感情？我听说你让白云飞进宫了，是谈我和他的事儿吗？是不是有交易？是啊，他跟朕提出了一个大交易。什么？他说可以劝云南王削藩，甚至还可以保证。条件是什么？他说要跟你解除婚约。他终于使出杀手锏了。还有呢，他还想娶司徒静。不爱江山爱美人，这就是白云飞。谁说白云飞不重感情？他只是不重和我安宁的感情。他把情全都放在司徒静身上了。真没想到他会来这一手，他真够厉害的。哥哥答应他了吗？白云飞重情，难道哥就不重情吗？我知道你对司徒静的感情已经很深了。
我得不到白云飞的心，强求也没用。我同意解除婚约。安宁，哥，没什么的，真的。逼一个不爱你的人娶你，实在没趣。我真的没什么的。可是哥哥和司徒静的感情已经很深了，你会放弃他吗？哥怎么会放弃他呀？那是挖哥心上的肉。可是你对江山有责任啊，而且你识大局。别跟我说什么大局不大局的，白云飞休想得逞。你是皇上，你怎么可能不顾全大局呢？那怎么着？你要哥放弃司徒静吗？啊？如果你还有一点理智的话，你应该放弃司徒静，来换取整个江山。朕才不想什么理智。那司徒静是朕的一切，不，他比朕的一切还要重要。任何人都休想把他从朕的身边拿走。哥，虽然我说理智的话，你应该放弃司徒静，可是我心里并不希望哥哥太过理智，因为太过理智的人一点都不可爱，而司徒静却非常可爱。对，这交易不能做。就算是要开战，哥都不会放弃司徒静的。安宁啊，你要为天下的黎民百姓着想，你纵有1000个不愿意，也要考虑一下皇家的社稷江山呢。母后，我没什么不愿意。取消婚约虽然不好听，脸面上难看点儿，可我硬缠着白云飞也没劲。我同意。若不是局势紧张，母后也不会轻易放弃的。好女儿，天下的好男儿多着呢，以后随便你挑啊。好。作为皇家的儿女，这是身不由己。安宁，你能够深明大义，母后谢过你了。母后，这是我的命，我得担着。好，既然你已经同意解除婚约，这事情就好办多了。我这就让你哥哥去找白云飞。母后，这件事儿恐怕没这么简单。真正的问题不在我这儿，而在哥哥那儿。到底怎么回事？你快说。事到如今，就索性跟您说了吧。哥哥很喜欢司徒静，可以说已经深深地爱上了司徒静。你哥哥他爱上司徒静？他怎么能为了一个女孩子而不顾社稷江山？这事儿哪头重哪头轻，他应该知道。不行，司徒静必须嫁给白云飞。母后，这件事儿没有那么简单的。哥哥他不会轻易放弃司徒静的。这次不能由他，这事儿得我说了算。不行，我马上让人宣司徒青云进宫。哎，母后，让静儿嫁给白云飞，太后，臣不明白。大将军呐，这可是白云飞提的条件。他说，如果能够娶到司徒静，他就会说服云南王削藩的。有这事？我们已经做出了很大的牺牲。安宁她虽然满腹委屈，可为了社稷江山，还是同意解除了和白云飞的婚约。现在就看大将军你的了。我现在心里头有点乱。静儿她，我知道，司徒静和白云飞是结拜的义兄妹，他们感情非常好。这司徒静能够不顾自己的性命去劫法场救白云飞，可见他们关系不一般呢。那为什么就不能成为夫妻呢？就算是我们成全他们吧。太后，可这感情的事，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呀。可江山的稳固更是至关重要啊！大将军，
我问你，为了江山的稳固，你是不是肯牺牲自己的性命呢？臣已准备好，上战场去，不惜为国，战死沙场。那好，那司徒剑南是不是也要奔赴沙场呢？是，剑南也会为国，不惜一切。果然是忠勇之家。既然你们父子连自己的性命都不顾了，那为什么连一个女儿都舍不得呢？何况她又是嫁给一个喜欢她的好男儿啊！太后，这件事情可能还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牵累，臣想回去考虑考虑。你说的牵累，是不是指的皇上啊？太后，我知道，皇上是对你的女儿动了情，你的女儿恐怕也是对皇上动了情。不过，在这么危急的局势下，这人怎么能只考虑自己呢？我看，只有通达权变，才是明智的选择吧。但皇上的意思是，这你不必担心，皇上一定会顾大局，他知道该怎么做。你只要回家告诉你的女儿，为她的出嫁做好准备吧。是。什么？叫我嫁给白大哥？哼，这太荒唐了。静儿啊，这是白云飞提出的，如果他能娶你，就劝说云南王撤藩。哼，好嘛，又是交易，我是什么啊？哼，拿我交来换去的。静儿啊，云南王撤藩，则是天下苍生之大幸啊！啊，就是说天下亲王都系在我一个人身上了，这可能吗？白云飞不是说了吗？只要爹，那云南王造不造反，是白大哥能说了算的吗？那老王爷要造反，白老大娶谁都没有用。白云飞是云南王最看重的儿子，他的话，云南王会好好的考虑的嘛。还有啊，静儿，白云飞出类拔萃，样样都好。你不是也喜欢白云飞的吗？要娘看呐，这婚事不错啊。娘，我喜欢白大哥，只当他是兄弟。娘也知道你喜欢皇上，可是宫里的女人这么多，你进去了，争来争去的多没意思啊！还不如当个王妃，顺便救了天下，多好啊！